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欢迎大家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。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工读生常见的5个问题哦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工读生的权益会比正职员工来的还要少吗？其实啊，在劳基法中并没有工读生这个名词哦，劳基法只有把薪水区分成了时薪制以及月薪制这2种计薪的方式。虽然对于工读生来说，这2种方式都可以使用，不过一般的情况，大部分工读生都还是采用时薪制比较多。那除了薪资啊要符合目前基本工资的这个规定之外呢，一般来说，其他的法定权益，工读生跟我们俗称的正职员工相较起来是没有不同，也没有比较少的哦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工读生也一定要投劳健保吗？其实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当然工读生是必须要投劳健保的。但是有一些5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呢，法令是可以规定雇主不一定要帮员工投劳保的哦。但是这些微型企业还是一样要帮员工去加保就业保险，还有帮他们提缴6%的劳退金哦。如果雇主没有做到这些动作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到未来劳工退休金的这些权益。那也有可能员工在未来有机会申请这个失业给付的时候，也会导致这个权益受损哦。第3个问题，工读生也可以领到加班费吗？当然是可以的哦。虽然很多打工族啊，一天的工作时间只有5个小时或6个小时，但是当他们的工作时间呢，扣除休息时间超过8小时的时候，老板就应该要依照平日的加班费的计算标准去发给加班费哦。另外啊，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例一休这个名词吧？其实工读生呢也是要符合一例一休的这个原则哦。所以啊，在每7天的这个周期里面，如果工读生呢工作达到第6天的时候，老板这时候就应该要计算休息日的加班费给工读生哦。那有关于刚刚所讲的平日的加班费或是休息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呢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部落格的文章，这个文章的连结呢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哦。第4个问题，工读生也会有特别休假吗？其实很多打工族或是老板都不知道，工读生也是会有特别休假这个东西的哦。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工读生呢，在法令上都是属于部分工作时间的劳工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们的工时相较于正常工时是40小时的这个全时劳工来讲是比较短的。所以老板在计算特别休假天数的时候，也可以按照比例呢去换算这个时数给工读生哦。那举例来讲呢，假设一个工读生1周的工作时间只有20个小时，那一般的全时员工年资满半年的时候，会可以取得3天的这个特别休假。那这个工读生呢，就可能只会有1.5天的特休哦。所以啊，不要再说工读生都没有特休假了，其实每个老板都还是一样，要依照他的年资去给予这个特别休假哦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是我们在实务上很常见的问题，也就是当工读生弄坏老板的东西，或是店里面的这些财物的时候，老板可以直接扣钱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不行的哦。如果老板没有事先去跟员工沟通这个弄坏东西的赔偿金额啊，或是厘清这些责任归属以前，就去扣除了这个工读生的薪资的话，那等于就是有薪资没有全额直接给付给员工的这个情况，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违反我们劳基法第22条第2项的规定。如果经过劳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的话，是可以处2万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。所以老板们，当工读生有弄坏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跟他沟通，去确认说工读生要赔多少钱，这个要另外去协商哦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5个常见的工读生的问题哦。那当然呢，工读生也不是只有会遇到上述的几个问题而已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是想要知道答案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栏跟我们这边做分享，我们都可以互相做讨论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个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工读生会遇到的薪水。首先，看一下，老师也冲啊！